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哎呀，面具人都不知道这是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哎，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咱们今天来说两个事儿啊，一个是和人有关，一个是和房子有关的，都是民生根本问题呀。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好，咱们秉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啊，那就是习总书记放话了。大家请听好这则新闻啊！等一下，念新闻之前，让我开启新闻联播模式。当当当当当当！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18大以来，各地区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同时，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3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障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哎，这个你说要支持这些人生育，你为啥还要加强税收呢？我是想不通啊。继续听啊。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现各项奖励扶持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的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好，听完新闻了吧？面具人想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的生育动力的问题啊。从生物学上来讲，动物繁殖是本能，甚至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猫狗虫子之类的，它们交配的时候并不会知道自己会生孩子，但是人类不一样，人类是有意识的繁殖。那既然是有意识的，就要涉及到心理学的范畴了。哎，这个是面具人最擅长的。从心理学上来讲啊，生育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无私伟大的母爱父爱，生育是绝对主观且自私的。哎，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会觉得，哎呀，父母都是很伟大，父母都是无私的之类的话啊，会想到这种思想。那好，来，你听面具人，我来说一个悖论啊。我问你们，你生这个孩子之前，你征询他的同意了吗？或者说，你们的父母生你之前，征询你的同意了吗？啊，这个孩子被生下来之前，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吃苦或者是享乐吗？
至少大部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苦的，对吧？否则呢，这孩子生下来为啥是的大哭，而不是哈哈哈哈的大笑呢？好，那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孩子没生下来，我怎么可能问他同意不同意呢？那这就是个没有答案的悖论，是不是？无法确定答案，但是呢，你可以控制生还是不生。除此之外呢，生育孩子的利己方面还体现在个人的追求爱好，比如呢，自己想培养一个孩子，想看看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再比如，大家都知道养儿防老，对不对？很多人，尤其是在以前旧社会啊，或者是前个几十年，很多家庭生孩子都是为了给自己家庭里面增加劳动力，赚钱养家，或者是给自己养老，对不对？又或者是继承自己的事业啊，完成自己的工作。你看这个孩子啊，他成才了，有本事了，作为父母的也可以跟着享点福，安享晚年，对不对？在古代呢，生孩子大部分的这个目的是用于维持自己的部族的存续，家庭之间的互相支持。那说到这儿了啊，可能会有些人不服了啊，说哎呀，谁指望孩子养老呢？行，对，你不指望孩子养老，可是呢，再退一步来讲，万一这个孩子他成为了你的累赘呢？你一个月挣5000块钱，孩子就要花去3000块钱，在这个时候你还会不会想要孩子？同理呢，当社会福利高度完善了以后，人的养老不愁了，人干啥都能得到满足了以后，那这个社会的人们的生孩子的动力也就会降低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高福利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的原因。导致孩子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主要就是2种，一种就是社会福利太高了，反过来呢就是社会压力太高了。中国目前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压力太大了，压榨的太过分了。中国现在啊，生小孩子是负资产，你们知道吗？很多人生不起孩子，又要看病，又要上学啊，上完学了，这个孩子就算培养出来了，他也是竞争不过那些有权利有关系的人，他也只能在社会上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苦逼打工者，对不对？很多人生不起，就算生了，他也培养不了这个孩子成才，这个孩子也成不了才。没办法，社会的阶级固化、阶梯性已经定死了。包括现在搞什么录引制呀、限制人口流动呀，对不对？上升的通道已经关闭了。虽然呢，习近平想要提高生育率，以此来维持中国的人口优势，可问题是上面这个公告文章中依然没有说多生孩子了会给多少钱的实际奖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社会竞争的公平性，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官僚阶级的腐败、权力阶层的压榨盘剥都没有解决。那你说现在的人也不傻，对不对啊？他能想明白这个问题，那这些底层他还生孩子干啥？生出来这些孩子还是奴隶，还是被欺负，还是底层，生他不如不生，生他来这个世界上吃苦，我还花钱，两方都没有好处。在这里啊，顺便再印证一下面具人我之前的一个神预言啊，面先知的预言的准度啊，不敢说10次有8次吧，最起码10次里面有1次能中。你们听好这个新闻啊，看这张图。因为接到国家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停止一切综艺节目的海选活动，节目组坚决拥护国家的相关部门的决定，即日起停止2021年中国好声音全国所有的海选活动，腾讯偶像选秀节目也取消，创造101等等选秀活动全部取消。然后呢，网友们纷纷表示支持，说5年没有好苗子了，选出来的都是从差生中选不那么差的，少了些乌烟瘴气，挺好的。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说，你就支持吧，支持吧，慢慢的支持。本来呢，现在这些选秀节目啊，都是那些达官权贵、当官的有钱人的子女去选，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部分少量的草根子女啊，漏网之鱼啊，实力非常强的也上去选。现在呢，你们这些草民啊，把这个台子整个给掀了，好了，以后大家都没机会了。你连参加的机会都没有。面具人，我想说啊，底层选秀的这种机会没有了，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意味着底层上升的通道又少了一个啊。而且国家啊，它现在直接禁止这类的活动，你知道这散发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讯号不？这就代表着国家已经不想让底层再往上攀升了。就像我之前一直说的，你生下来是干啥的，你就干啥。在中国以后啊，路引制度还有这个片区划区啊，全部搞定了以后，你生在农业区，那你就生生世世世世代代为奴；你生在工业区，你就生生世世世世代代的进工厂，就这么简单啊。除非是你那些啊天赋异禀的，搞什么发明的、研究学历的好得很啊，那是另说。但是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对不对？10000个人里面能出来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对不对？别说是10000个人里面了啊，1亿个人里面能有多少个，对不对？这些选秀没有了，你们也看不到那些平民草根的，在电视节目上面唱歌选秀了。以后呢，你们就看那些红3代、红4代明星，基本上所有的明星啊，80%到90%、95%啊，明星呀、导演呀，都是红3代、红4代。你以后就看他们在电视上吃喝玩乐啊，什么跑男呀，这了那了的，别人玩你看着，然后你给他钱，就这么爽。面具人去年都已经预言过今天的这件事情了啊！红色贵族以后会阻断底层所有的上升空间的。哦，对了，我标题中还说到了开放3胎对史币、狗币有啥影响呢？好，来看这张图，3胎概念币来了。比特币因为国家开放3胎，所以呢，比特币重上36000，直接带动比特币反弹。原来生一个孩子只需要准备1个比特币，现在国家让生3个，那就需要准备3个比特币。看好比特币的后市。好，再来看狗狗币啊，3胎政策利好 Doggy。因为人多了，养狗也会变多，所以呢，趋势单就可以开启。好，再来看狗屎币，这人多了，狗多了，然后呢，拉的屎也多了，利好狗屎币。听完了吧？开个玩笑啊。由于今天加密货币的走势比较平稳，总体处于上扬的态势，那么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否则呢，很多人会说我马后炮，对吧？可惜呀。昨天晚上，面具人还在整个盘子下跌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油管的会员专属社区发布了买入信号了。那个帖子只有会员能看到啊，会员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加入咱们的会员啊。好了，来说最后一个重要的事儿啊，那就是你们手里面的房子的房价要崩了，你手中的房子马上就要不值钱了。为啥？来听好啊，中国40城市联动啊，它公告出来是40个城市，具体是多少？只能多不能少，你们懂的。40城联动，大力推进公租房，取缔私人租房平台。所以呢，这个和房价大跌有啥关系吗？你们就来想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啊，那就是国家为啥要出数字人民币啊？那国家现在为啥要缩紧二手房交易？为啥嘛？国家搞这些政策是为啥嘛？因为钱不够用了啊，所以呢，给你们这些老百姓只能用数字了。他要人民币，他要去国际上做生意，你们老百姓就不要做了。那国家现在为啥要缩紧二手房交易？为啥要大力推动公租房？为啥？因为市场是有限的，而且呢，你看开头也说了，人口不够了，老百姓不愿意生了，那就意味着人少了以后，买房的人也会变少，对不对？相当于
买房的人被开发完了，买不起的就是买不起，对不对？你把他杀了，他也拿不出来几百万买房。那买不起房的人的钱总不能不赚吧？好呀，怎么赚？租房呀，买不起房，一个月掏个1、2千、7、800、8、900的租金可以不？好，租房，那这和房价有啥关系吗？啊，你想嘛，市场供需关系能想明白不？啊，以后大家都租房了，谁还来买房呢？对不对？不仅如此，你看现在抖音呀、微博上都已经开始在带节奏了啊，这个年轻人租房也挺好的，买房压力太大了。这种舆论风向一旦起来，加上中国人爱跟风的这个心态，大家都会觉得哦，租房好，不买房了。那既然大家都这么想了，你觉得你手中的房子还能卖个值钱价吗？嘿嘿，不仅如此，现在有房的人呢，你的房子卖不掉，卖不掉咋办？卖不掉，你还想让你的房子不贬值，那你只能去租。但是呢，你私人租不了，你想租必须上交给国家，让国家统一来收房租。什么？你不交？不交就让你交房产税、空置税、租房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税，就是逼你交。关于这种问题呢，面具人在去年的时候都已经讲烂了，包括我去年说啊，这个浮动利率不要选，我当时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你们不要去选那个浮动利率。你看有些人选浮动利率，现在呢每个月要多200、300块钱呀，啊！加面具人的会员才多少钱嘛，对不对？而且呀，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早就给我的会员都建议了，赶紧转移自己的资产，否则呢，到时候你1分钱都没，全部都要变成数字人民币。而且呢，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房子了，你的房子必须得上交，变成什么公租房呀啥的。你不交也行，你不交你就自己住，你自己住，其他的房子空着上交，要么交税。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再来看一看我去年的视频，是不是我说的基本上都已经在实现了啊？好，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最新的投资理财的消息、政治动向的消息，以此来保命保财，那就请看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区有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视频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点赞、订阅、收藏我的频道，截图发邮件给我，可以获得专属优惠。节目时间有限，剩下的我们群里面再说吧。等一下啊，纠正我昨天的一个口误，就是我说比特币涨到8万美金了啊，因为澳洲也是用的 dollar 来计算的，所以呢，我平时聊天的时候都喜欢用澳币来说，所以呢，我把比特币的单价给说成了澳币了。好，没有说成美元啊，拜拜。